大家好，我是胖虎。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租的共享空间的厕所的装修。那为什么我们要改造这间厕所呢？因为这间厕所原本真的长得非常的丑，它的浴缸破了几个洞，马桶又粘得歪七扭八的，所以看到就受不了，想要把它换成新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要把这间厕所快速的改造。怎么样快速改造呢？传统的厕所施工大概需要3到4周。你的家里3到4周没有厕所，很可怕吧？没有办法上厕所，没办法洗澡，我要怎么活下去呢？所以我们现在用了一个方法，可以让你1周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们在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帮你把厕所从原本烂烂的变成新新的，而且你就可以上厕所，也可以洗澡咯。那我为什么敢夸下海口，说我们只要1个礼拜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厕所施工呢？其实我们透过了几个方法。第一个，我们减少了拆除的时间。而第二个，我们减少了泥作的时间，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1个礼拜内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厕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施工的吧。今天是我们施工的第1天，那我们早上呢就要把我们的卫浴设备、还有地板的瓷砖、还有墙面的2块瓷砖，最下面的2块瓷砖拆掉。那为什么只要拆2块瓷砖呢？因为我们只要在墙面的下缘跟地板做好防水，而上面会使用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就让我们可以1周快速施工的方法。通常我们在拆除的时候呢，施工都会有很多的粉尘，会导致我们整间都变成一碰碰的情况。屋主如果又同时住在里面，他就会痛不欲生啊，整天打扫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呢，减少粉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了。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会使用抽风机和吸尘器，可以大幅的减少室内的粉尘数量。这样子，屋主就不会看到整间雾茫茫的空间了。而在我们打除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弹性水泥。那弹性水泥呢，我们最常见的厕所的防水的材料。我们在施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打底，打底2次。那打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让我们的防水材跟地面可以有更好的接着，而且也把地面原本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让它稳定下来。这样子，我们的防水层才不会那么容易的脱落。而在我们打完底之后，开始施作防水。我们施作防水呢，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角落，所有的直角的阴角的地方，都要打上我们的变性胶。这个变性胶可以让我们从我们的直角变成圆角，这样我们的防水材就不容易在那边破坏了。而变性胶的优点跟其他的材料比起来呢，它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做下一个工序。只要差不多1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工序了。接下来就是开始涂上我们的弹性水泥了。弹性水泥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会加上我们的布织布。为什么要加布织布呢？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角落是最弱的弱点，通常浴室漏水10之8九都是因为角落漏水，所以我们加强了角落之后呢，我们的漏水的几率就更低了。而且我们加上布织布呢，我们的防水厚度也可以更厚。因为在厕所的防水涂布呢，厚度越厚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后，我们在做防水的时候呢，需要称重，因为我们在做蛋糕的时候都会有调我们的蛋糕面粉的比例、糖的比例、鸡蛋的比例。做防水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比例，不是随便自己想倒多少就倒多少。那坊间的人呢，他们可能常常会凭感觉，因为他们已经做习惯了，但是这个凭感觉不一定符合原厂的规范。所以我们会按照原厂告诉我们要多重，我们按照称重来施工。OK， 今天来到我们第2天了。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弹泥已经都干了今天我们就要来做第2道的弹泥。为什么要做第2道呢？因为我们只做第1道弹泥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这样就还有可能会有漏水的疑虑。所以我们就要来做第2次，彻底的把这些孔隙全部都封完。今天来到我们第3天了，那我们昨天做的弹性水泥已经全部都干了今天我们就要来把我们墙壁做好我们的水泥砂浆粉刷以及地坪的贴砖。而贴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我们的泄水坡度，而这个就要交由我们公司的老师傅来做，不是专业的师傅，对，让他来做好我们的泄水坡度。因为如果泄水坡度没有做好的话呢，地板就会积水，而积水积久了，我们防水就有可能会坏掉。坏掉之后，就有可能漏水到楼下邻居，楼下邻居就可能会带着关爱的眼神来按你家的电铃。如果你不想像隋唐一样有邻居来按你家的电铃的话呢，我们的泄水坡度就一定要做好了。
而在我们做泄水坡度的时候，我们也会装上我们的防臭型的落水头，它跟传统的落水头不一样。传统的呢，很容易有异味或者小强爬上来，而它因为有自动启闭的功能，所以我们的小强跟臭味都不会自己跑上来哦。今天来到我们的第4天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它。这是我们的 SPC 墙板，它可以有防水的效果，而且可以快速施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厕所可以在1个礼拜里面完工的最重要的原因了。今天是我们最后1天的施工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装我们的天花板，还有我们的卫浴。卫浴呢，因为这是一个共享空间，是一个会议室的形态，所以不会有人在洗澡，所以我们就只装了马桶、淋浴龙头还有排风扇。这样子，我们在今天安装完之后，明天业主就可以使用厕所咯。以上就是我们挑战超快速5天完工厕所的分享啦。因为这次是会议室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做干湿分离。但如果要做干湿分离的话，也可以在5天完工。只是我们需要在完工之后，才可以去丈量厕所的尺寸来制作这个玻璃，而制作需要2周的时间。但我们也一样可以在第6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厕所洗澡、上厕所都没有问题，只要等2周之后来安装玻璃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话，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分享，还有加开我们的小铃铛，这样可以收到我们下一集最新的资讯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防水或者是厕所翻修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你哦。好，我是胖虎，我们下集再见喽。